师，这个是我从您网上推荐的店买的您家乡的肉包子。啊，周川老师，能不能谈一下？不用，我跑了狗最近减肥，不吃。周川老师，手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周川老师，能不能再占用您一点点时间谈谈新小说？合同上的数字我们都可以谈的。谢谢周川老师。坐吧。你就是周川老师？现在知道叫我老师了呀？周川老师，小的之前有眼不识泰山，请周川老师千万不要见怪。别废话了，你只有2分钟的时间。哎，老师，早上空腹喝咖啡对身体不好，您先吃点包子吧。谢谢啊，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，这几个包子不值10几万的版税。虽然我们的保底印数是4万，但这真的是圆月社这2年开过最高的数字了。我们公司对你可真的是一片赤诚之心，日月可见呐。那你去问问日月，我值不值得被这些数字所羞辱啊？还日月可见，造什么孽啊？周川老师，我们没有羞辱您，我保证，只要你签给我们，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你做这本书，到时候别说是10万了，20万也不在话下。画饼啊，神秘马良。2分钟时间到了，谢谢你的包子，虽然我的咖啡也不便宜。周川老师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之前您的《东方乙文录》也是前后加印了3次，您难道对洛河神树就这么没有信心吗？激我呀！我对我自己的书当然有信心啊，我也有信心。只不过圆圆社不值得我这么做。其实您看中的不单单是保底印数，否则你早就签给星顿了。别废话了，请吧。圆月曾是周顾轩老师创造销售奇迹的地方，您难道不想在您父亲曾经的战场上超越他，成为新的奇迹吗？我承认，圆月社给的条件的确一般，但是您虽然表面不情愿，还是再三听了合同的内容，其实你心里还是有一些属意圆月的吧？新人吧，这么自以为是啊？对，我是个新人，合掌您的那些金牌编辑自然是没法比。我说的这些话，在您看来可能也都是空话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我没办法签下您的书，做好您的书，我就没办法继续待在圆月社了。所以我比那些金牌编辑多的是一颗破釜沉舟的决心。求求您，周川老师，拜托你，你就让我签下你的书吧。说完了，走吧。周川老师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您改变想法的话，随时联系我。放这儿了，我走了。难道我猜错周川老师的心思了？唉，明天该想什么办法说服他呢？哎，小白，你们家老板呢？他今天提前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。啊，行。我又被丑拒了。不得不说，某位作家养的狗都比他热情啊。我都
都拿出这辈子能够拿出的最高诚意，请求他签一个出版合同。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给男人买早餐，就被他说不值10几万的版税，那是一个包子的事吗？那可是我的少女心。这经历怎么这么眼熟啊？猴子是初离。